迟到，对对，知道了。那个啊，这个戴隐形眼镜耽误了一会儿。完了，今天戴隐形眼镜是怕到时候要特别靠近镜头，然后就把隐形眼镜戴上，然后往脖子上补了一点底色，因为晒黑了还没白回来，就有点色差。什么？比一比啊，比一比，对，胳膊是黑的，完了之后脸画的白了一些。迟到1分钟多播1小时，那我怎么着？明天见。大家好，好久不见，先打招呼啊！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罚款，罚款好说，罚款那个回头可以，哎，群里能发红包吗？可以啊，发个2块钱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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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很想过生日，真的，过了30岁以后，真的好烦过生日，每一年都在提醒我更老了1岁。对，我挺大方的，2块不能再多了，只能2块。补10个 vlog，你想多，我哪有时间去录那么多呀？9宫格算了吧，那天那个爆炸头不好吗？对吧？我想不到别的拍照的方式，就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有点意思，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嗯哼，跳舞别了吧，我怕直播间被封啊，因为跳舞太丑，影响大家情绪和心情。不是假发，自己的头发，头发长长了，但是有加发片啊，没有这么茂密。最近在干嘛？最近在休息，呃，对，健身完了，还有在之前跟你们说的那1个月，我坚持到现在，嗯，懂的都懂啊。具体是什么东西1个月就直播间就不聊了啊。什么时候进组还在聊着呢？啊，怎么着要先连麦吗？是，先连麦，我们先连麦啊，有一个什么连麦环节啊，我们先把这个麦给连一下啊。完是吧？是读几分？Hello，能看到我吗？你好，哎，你好。我能看到。啊，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想，啊，再不连你麦，是在视大家把频吗？还问题是就是问完了。没卡住了？还有没有，哦就是画哦面，只有声哦音，没有哦视频。哦，好好好，我以为卡因为我住了。嗯刚才老担心了，我说再不连麦，大家把问题都问完了。啊，好好好，行，那你有什么想问的，你问吧。我先就按照北京人打招呼的方式吧，吃了吗？吃还晚上没呢，吃了啥？没吃啊，没呢，没准备吃呢。我妈就在旁边坐着，一会儿回家给我做吃的。啊。还没呢，晚上吃了啥？没吃啊，没呢，没准备吃呢。我做妈就在旁边坐着，一会儿回家给我做吃的。啊。还没呢，晚上吃了啥？没吃没呢，啊，准备没吃呢。我做妈就在旁边坐着，一会儿回家给我做吃的。啊。还卡吗？还卡着吧？从那个切到5G。是，不卡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啊，还有点卡。还有一点点。现在呢？好像还行，说还哎行。哎，我刚说到哪儿了？哪儿卡了？是？你就说到就是也没有特别的计划嘛，哦，就是对对对，不没有是不胖。对。没有，对对对，没有特别的计划。第一个就是稍微健康一点，第二个就不要让自己太胖就行了，因为确实容易，我这易胖体质吧，我算是。
嗯，嗯好吧。嗯，其实还好啦，没有觉得特别没有，胖，你就们平常你们看那个什么雪迷宫啊，什么沈磊的那个时候胖，我其实已经很控制了，但是没办法，稍微我一天只要2顿饭什么的就开始了，所以就很痛苦这个。所以易胖体质是一胖就胖脸嘛。就浑身的，就是它就好像啊，吸收的特别好，就啊。但是人家跟我说，如果就是全身都我胖的话，打断一下，我反而，打断一下啊，那嗯，个不要送礼物啊，我收不到钱，浪费了，我收不到钱，浪费了，那个不要送礼物，谢谢啊。那个你接着说啊。对，就有人跟我说，如果全身都胖的话，反而好减。就如果我只是定点的哪个部位，比如说胖肚子，或者是胖屁股，就很难减。所以我觉得你这种还挺好减的，不好减，算优点。不好减，不好减，不好减吗？真的真的不好减，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以前吧，你像可能那个时候夏天拍古装多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如果夏天在横店拍古装的话，然后他这个就每天往现场一站十15分钟，就汗已经就是把衣服全湿透了，就那种情况下好像还不太怎么会胖，而且我这个人吧，不仅容易胖，还容易肿，就一肿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肿，就一肿起来就，我每天起床跟睡觉前大概从直观感受上看起来能差个10斤左右，哇，就那种感觉啊。好吧。我也不知你是是，道为什么。可以看一下中医。没中医啊。事说说。啊，就感觉可能他们说什么湿气之类的吧，反正我也不太懂吧。好像我也没什么湿气，我没感觉自己哪儿有什么毛病，就是爱肿。反正这东西你说对吧？也有好可能爱多我认识的喝水就爱跟我，肿。我也有认识爱喝水。好多跟我一样状况嗯，的人，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我听过最残酷的就是早上起来拿什么冰块开始敷脸啊啥的，就这种哇。外部的作用可能好一点吧。啊。嗯，嗯好吧，那我们下一个话题。就哦。是最近休息在家，除了打游戏、健身、睡觉，还干了什么？有追什么剧或者综艺，或者看什么小说吗？好像没有哎，最近都没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反正我最近没怎么看剧啊，有看了几部电影儿啊，啊。前一阵就是去看了几部电影儿，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剧的话就最近好像就没啥啊。嗯嗯，那我应该有很想问一下。好看的剧，但是我确实是，还没有去看啊，过阵对，子吧，因为看补一下。看剧时间会比较长嘛，就是要连着看嘛。就看对对对对，电影的话，可能主主就比较，要耐不下性子也是一个原因吧。啊。嗯，嗯。是。再问一下，就拍《乌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花絮啊？因为也好几个月嘛。呃嗯，很多有趣的花絮可能播不出来，是。播不出来可以口述嘛。这不是，因为它很多有趣的，它就在那一瞬间，它就这么过去了啊。然后嗯吧，它还有一个是啥呀？就是，嗯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些花絮啊，里边包含一些口头禅呀，或者干嘛的，它就没有办法，跟大家看到啊。你对你们像那个小童的那个花絮里面，他也是剪掉了好多部分，关于我的。，get 到了，get 到了。啊，对对对，对，那个糙老爷们儿嘛，这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嗯好，那再问一个问题啊。嗯。上一次有说你之前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旅游，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人旅游的时候都会干点啥？那后面有没有想过想要去哪些地方旅游？有没有推荐的？推荐我也不知道，先说，我一般就先说想之前一个人旅游会干点啥？就是发呆、
打游戏，然后游泳啊，然后晒晒太阳，吹吹风，看看海啊，大概这样。其嗯实更多的到处散散步啊，就是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完了之后就在那儿待着，可能没有目的的去到处走一走啊，然后没有目的的坐在一个什么地方发呆，就是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没有目的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啊嗯，啊。感觉真的不太像处女座，没有目的的。对对对对，我因为平常做事情目的性太明确了，所以就喜欢这种没有目的性的去做一些事情。我有的时候在厦门，我也会，就可能半夜在家打游戏打累了，完了之后就出去小区啊，或者是旁边那个公园啊走2圈儿，就这样。也不是嗯说为了运动或者干嘛的，其实跟运动没关系，就就嗯就就可能就想走一走啊。嗯，嗯。其实我觉得在厦门这个城市还挺适合放空的，就反对吧？正它就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在厦门工作，我不知道厦门到底卷不卷，就反正我自己待着还，因为回去都是休假嘛，所以我对于它的感官还是比较好的啊。嗯。我不知道我用了多少时间啊，就感觉可能要把时间留给下一位。然后最后我再嗯简单的说一点吧，因为嗯。今年春节的时候，其实我去福州玩的时候，在那个打铁巷跟你见了一面，当时你在拍那个造成者，哦哦就很就是可能就是1分钟都不到吧，就可能你们从我面前经过了，因为见面的时候真的啥也说不出口，我就叫了一句秦老师早上好，所以今天有哦，这个连麦的机会，我还是挺感激的，因没，为只要不见到，就是不是线下的当面的见，我可能还是比较能说，所啊，以再次感谢秦俊杰老师，感谢事务所，也感谢所有的晴天给这个机会，对，不不然后不不，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这个来给生日捧场。我生日是必须要捧场的嘛，啊。对，所以其实我本身还有个小小的心思，但是秦老师不一定要理我，因为啊。我爸的名字和你刚拍完这个《造成者》里面小明哥那个角色是一个名字，哦，然后郑德他也成啊。他叫陈德成，哦但是哦哦他原著里面是叫陈德成，然哦后对，然后他是工程师，所以我觉得他也算造成者吧，然后哦他也是处女座，哦，是吗？你是对他应该是最后一天吧，他不会是龙9月二十岗的吧？一号的，不是，哦哦哦，好好好。对，所哦，以我还以为他是当年的那一批呢。哦，不是哈。啊不是，啊啊所以我本来想说，秦老师，虽然我是来给你做生日祝福的，但是我也想秦老师给我爸做一个生日祝福。行，那就祝陈德成生日快嗯，乐，因为他也应该是这2天嘛，对不对？没有9月21号，哦啊，那反最正还有好，后一天。反正就那对，个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处女座生日快乐。好的好的，这个事我就不黑谢处女座了。谢秦老啊，师。那连线最后，我提前祝秦俊杰老师生日快乐，一年比一年更帅，一年比一年更顺，一年比一年更富，好本子行不断，好行，句不断。最后一点达成了就行，其他的不重要。好的，好，好，谢谢秦老师。好嘞。那嗯，我先下线了，拜好嘞，拜拜拜。拜拜拜拜。嗯拜拜。然后马上连下一个。哦。嗯哼，Hello，能听到吗？俊杰你好，哎，你好，你好。我的名字叫恩恩，也可以叫恩恩。什么什么？稍等，我的名字叫恩恩，恩典的恩。恩。是的，我想这样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别叫我海外长。你是这个
你是海外的同胞吗？我是香港的。其实去年哦，你在好，你好。澳门机场，我撞到你，跟你说了一句 sorry，不知道你哦记不记得？哦，我可能不太记得，但是哦，明白，没事儿。你要实在不行的话，你用粤语，然后我用散装粤语，我们来试一下。哦，好。呃，首先我想代表我的，因为嗯我在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都有，也有一个页面去翻译你的视频等等的。他们嗯，有些海外粉丝想跟你说生日快乐，所以我就代表他们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这呃，个来自海外的祝福。对，首先他们托我问你，你对不同的角色的演绎都非常有层次，所以想问你是怎样把角色从剧本里的描述变成荧幕上的人物的呢？这个比较复杂哎，这个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看一个剧本的时候，你在看一个角色，因为它有一个线嘛，我一般会把它规划为一个线性的一个东西，然后根据这个线性吧，就是脑子里面自然会有一些这个画面产生，然后就根据这种产生，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前期开会，然后你像比如说天行健吧，我们前期的围读的时候，呃老板就会说啊，这场戏我这么写，我是为了表达什么？然后第一个我们会为了完成这个最高目的去，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在现场。我们临时跟导演的一些碰撞，导演会跟我们说，哎，我们这么拍那么拍好不好？然后第三点就是自己脑子里面本身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去想好这个人的线性应该是怎么发展的。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正儿八经开机的时候，你的实际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台词说到那儿了，戏演到那儿了，完了之后你当时想干什么，那一些东西有可能是即兴的。所以它可能不是一个方面的东西，它是很多方面结合起来啊。好，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就是你以后还会继续拍探店 vlog 吗？会吧，有机会我就会拍。这个主要是，最近因为个人原因要这个闭关一个月啊，所以我就这一个月我就基本上没出过门儿啊，除了这个就是去健身以外就没出过门儿就，然后尽量的远离这个社交场合，因为我要把这一个月的目标给完成，所以等我完成了以后。我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些有意思然后好吃的店去这个分享，好吧？其实他们跟我说，你可以试试拍其他题材的 vlog，例如日常生活之类的。我日常生活特无聊，所以我不知道该跟大家分享什么。至于大家说什么健身的这个 vlog 吧，我是觉得拍不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东西弄出去吧，好像我是一个健身达人什么的，其实不是，我只是一个菜鸟级的一个人物。完了之后，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因为我做的这些训练都是很初级的东西，我觉得拍出去吧也是丢人啊。可能我所谓的很吃力的重量，在别人看来呢都是入门级的重量，所以干脆我就不把这些丢人的东西给放出来，让大家笑话了，啊，就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至于之前有想拍一些别的，在贵州的时候，我们原本想去蹦极来的，但是后来确实好像打听了一下，就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然后这个就是就总结了，就是我被那帮人给拦下来了啊，我对面的那帮人啊。我可以试试用粤语问你问题吗？你试试看我能不能听得懂，我也试一下我的功力啊。好，而家對你嚟講，最緊要嘅事係乜嘢？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哎，是什么？
是每天都过得开心吧？啊，我觉得，然后就好好演戏呗，对吧？好好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就完事儿了，啊。呃，你提过你喜欢看网络小说，嗯。所以我想问，你喜欢看古代的小说还是现代的呢？都有，但是我可能偏这个现代跟未来或者是玄幻类的更喜欢一点，因为古风的其实以前看的太多，也演的太多了，所以现在比较喜欢那种，或者是赛博朋克啊，这些东西会更喜欢一点吧，啊。呃，你在外国也有一些粉丝，所以首先想问你能不能用英语跟海外粉丝打声招呼？这个多冒昧啊！我觉得算了吧，不是，它但会是一个试着用笑话的，你粤语跟我知道吗？打声。不是，它会是一个笑话的，真的会是一个笑话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我需要练一阵儿，我会很简单的一句就是，我高考英语都没及格，那可以试试用粤语跟我们打声招呼吗？粤语啊，哎，你教我是，呗，你教我说一句，我跟你学，好吧？或者你教我英语，我跟你学，可以吗？你教我，要不然我说实话，我想不到我该说什么。好，嗯用英语的话，嗯 Hello to my international fans on Instagram and YouTube. I'm 秦俊杰。，Hello，等会儿再来一遍，等会儿 Hello to my international fans ，Hello to on my Instagram and international YouTube. fans，啊 On YouTube ，on YouTube and Instagram，对 and 吧？Instagram. 啊哈，on YouTube and Instagram，然后呢？那粤语怎I'm 么说啊？秦俊杰。就刚刚那个粤语这我是句话怎么说秦俊杰，所以就 I'm 秦俊杰。？I'm 秦俊杰，啊哈。我其实更好奇粤语怎么说呀？就如果刚刚那句话的话，我会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说，大家好，我係陳俊傑。大家好，我係陳俊傑，陳俊傑。陳俊傑，對吧？剛才好像卡住了，就是陳俊傑是這麼說嗎？大概吧，大概。行，好嘞，行，不为难你夸我了，是那个，对，我们一般说这个确实是，我现在说我老家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听的都觉得特别的难受，就感觉带有某种很令人难以接受的口音一样。我大概理解你的听感是什么样的。不会，因为我这6年来一直很想你可以跟我们这些海外的粉丝说一声打一声招呼，所以我很感激你愿意这么不，做。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你会给你的海外粉丝推荐中国的那些地方去旅游？首先可以来我家乡嘛，厦门，我觉得还蛮好的啊。然后我自己，这回去了贵州，我觉得贵州有一些地方还挺不错的啊，它很多那种原生态的感觉，然后就是，他们的风景，他们的空气，包括有一个叫六盘水的地方，六盘水那个地方好像说是年平均温度才19度，它是那个中国的良都，所以夏天去那儿玩特别的避暑，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然后你像好吃的话，那就去四川，不是成都啊什么的，都重庆啊都非常非常的好。最后我代表越南、美国、西班牙等等国家的粉丝，去祝你身体健康，生活快乐。谢谢，
谢谢，还有也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快乐，每天开心。谢谢。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比较虚荣的话，就是谢谢你青春节，我很感恩你在过去的8年在我的人生里出现。希望你在人生里每一次不知道前路是怎样的时候，就算你不相信自己能做到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也有勇气和动力去坚持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和一个离世人物教会我这样的多道理，所以我很希望你一辈子都能像我刚才说的这样，一直坚持下去。我也想跟你说一句，你放心，我也有勇气，也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有勇气面对所有的事情，然后我其实也过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好。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觉得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怎么样的话，就觉得，就是很难过，或者是让自己畏惧不敢去尝试。我觉得大胆放心去做，完了之后，尤其是不要内耗啊，一定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的这些生活经历能够分享给你们，不用太担心，我是一个非常缺心眼儿的人，所以在我这儿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啊，所有的一切都能过去，而且我觉得每一天都特别美好。而你会怎样面对一些你无法控制的困难？嗯，呃，我想想看啊，我其实我具体我不知道怎么说，它可能是一种心境吧，就是我也有可能是我天生的这么乐观的这么一个原因在，呃，我也有难过的时候，我也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可能它持续的时间也就那么10分钟20分钟，等那个劲儿过去了，我就会以一个特别平常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人需要有一个发泄的空间，在我发泄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大哭，也可能会生气，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对吧？就是呃乱扔家里的东西，但是我只要把这口气给撒出去以后，我马上就会调整好心态，完了之后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就像人饿了一定要吃饭，对吧？渴了一定要喝水一样，把他们等你到了你该吃饭的时候，你正常去吃饭；该喝水的时候，正常去喝水就行了，没什么过不去的啊。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把我刚才说的那个历史人物的书写完之后给你看。OK，好的，行。好，最后谢谢你，嗯、因为没有你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很感恩啊，不不你不，今天跟我谈你话，也你你有很感恩。今天，你能到今天全部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跟你自己有关系，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可能只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参照物而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好吧？做你自己就行了。完了之后，把你自己所有的事情安排好，所有的东西以自己为优先级去考虑，这是人能活得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好，谢谢你，俊杰。嗯哼。希望我们会再见。好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我也挺喜欢澳门，澳门也很好吃啊。来香港吧。OK 啊，香港，哎，香港我还真没去过，哎，我还真没去过，啊，有机会去一下。好，嗯哼，好，拜拜。嗯哼，拜拜。怎么了？啊哈，我靠得太近了吗？还是什么？啊？啊？澳门哪里好吃了？好吃啊！我去那个什么海鲜那种小店都还挺好吃，那种大排档那种。贵州丝娃娃吃了，吃了。丝娃娃是不是那个卷饼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那个卷饼吧，对吧？啊，对对对，那个吃了。嗯，OK，漂亮。
把它粘上吧，没事儿，你就进来把它粘上就完。折耳根没有，我吃不了一点儿，吃不了一点儿。最近有最近在聊一个自己想尝试的这个杀人犯角色，但是最后怎么样还没定下来，就反正正在接触啊，看看能不能跟大家就是演一回正儿八经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反派，正儿八经就是要动手杀人的这种。蒋成什么时候播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清楚他什么时候播，这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但如果有消息的话，应该我估计经常有这种东西，就是你们知道的比我还早，我一般都是最后的时候别人跟我说的。造成者也不知道呀，杨正辉也不知道呀。你们问我一点就是我能回答的，在我可控范围以内的问题呗。就是感觉你们问的这些问题不可控，不在我的管辖之内啊。我多杀几个人想看没有？我拍的是，如果我真的演杀人犯的话，你们不要给予同情，不要支持，不要理解，好吗？我只是作为一个演员，我去塑造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本身我是要告诉大家，他犯罪了，他最终要得到惩罚的。你们把你们的这个角度给摆正，好不好？梁家驹啊，梁家驹毒贩就是一个毒贩嘛，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童年的悲惨经历的毒贩，但他终究是个毒贩啊，所以我觉得他的结局我从来不心疼，我也不会那个，我也不会心疼他，也不会干嘛的，就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怜悯。古装啊，古装好累啊。如果冬天的话，可以试试古装；夏天算了吧，我真的拍不动了。别回归古装了，就古装我们冬天拍一拍呗，夏天就真的就有点遭不住了，真的遭不住了是。什么时候再演个皇帝？皇帝等再老一点吧，因为想演点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些帝王可能，或者他的那个阶段不是这个年纪能演的，再沉淀沉淀，40或者45以后再说呗。我没有承诺冬天拍古装，我只是说夏天我不想拍。网络短剧是什么？他们说的网络短剧是竖屏吗？我没有付过钱，但是我有在那个一些平台上面会刷到一些片段，然后那些片段可能有个5分钟啊，有的时候会看一看。我记得有一个，我看了好多片段，但是我还是没花钱，对不起他们啊。那个还挺好的，叫《家里家外》，家里家外啊，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他们所有演员演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啊，我觉得那个剧还挺好看的，家里家外。农村戏不是刚拍完吗？这个什么时候演个甜剧这种东西，就碰上了就演呗，没碰上就算了呗。甜剧就也，对吧？碰上了就演了嘛，是不是？就医生就医生，你们非得加一个变态，我就演一个正儿八经医生不行吗？
法官，你见过30多岁的法官吗？好像没有吧？有30多岁的法官吗？演个台词量大的，我谢谢你啊，都是好心人。你们哎，今天生日是送祝福啊，还是送这个诅咒啊？能不能聊一点？就是没戴美瞳，我就是戴的普通的隐形眼镜儿，对吧？你生日你们说点祝福呗，你别老说诅咒什么的，就不会啊。我最近放假放的，我都已经普通话说利索了，我老在说这个厦门普通话，就是这样，就是最近都是这样跟大家沟通的，然后就是说的有点习惯。就说实话，这个大学毕业以后也没有这个心思去读报纸了，顶多就是在背词儿的时候读读剧本，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限度了。是红血丝可能是因为我戴隐形眼镜儿，因为我很少戴，然后有点不习惯。其实厦门普通话就跟台湾省是一模一样的口音，我没觉得有什么区别。就他们可能一些语气助词跟我们不一样，但其他的基本一样。其实厦门普通话，实施的啊，你好，你好，像偶像剧，就你们都是从小看《流星花园》长大的哈，总觉得就是厦门普通话就是那个厦门普通话就有一点那个偶像剧的感觉是吧？就是《流星花园》那感觉。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哎？真的好冷啊！我现在说我都很羞耻。都说有什么？对他们其实就是语气助词会比较那个情感充沛一点啊。我没有穿长袖啊，这是短袖哎，你看出来了，这是短袖哎。哎，我之前在现场，我在拍乌蒙的时候，我有一次跟小童说，我就是用这样的口音跟他说话，然后别人给我的一致反馈是想揍我，包括导演，包括小童，包括制片人都说特别想揍我。就他们会觉得，因为我平常是一个比较糙啊那样的，然后突然之间变成就是干嘛了，让我看一眼啊，就他们会有点接受不了。小童要教我跳舞的话，他就疯了，他就变身了。原来挺温柔的、挺文静的一个姑娘，然后就变身成恶魔，就把我撕了就。我这跳舞能是一般人能教的会的吗？
心情当然不错啦，心情一定要好呀。有什么心情不好的事儿啊？汪铎可以教我，汪铎会跳舞吗？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你查查汪铎跳舞，能查到视频吗？我确认一下。说说马青蒿啊，马青蒿就是欠欠的，然后热心肠，很能说很爱他女朋友，然后很支持他们村的建设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你们把汪铎这也叫跳舞啊？这不就癞蛤蟆蹦吗？他在跳啥？小青蛙吗？还是癞蛤蟆？比我好点儿，也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半斤八两。我冒昧不？有点冒昧。没事儿，一会儿我那个关播了之后，我给他发个微信道歉就完了。我说对不起，我故意的。马青蒿跟我本人不像吧？不太像。他比我好不到哪儿去，那啥呀？这高位截瘫的样子。啊，傅晶是会，傅晶跳的好呀。那傅晶正儿八经是能打的，跳舞是能打的。路透牵的狗，什么时候有路透牵过狗啊？哦，那个是拍照，那个不是路透，那天拍照片，那个是拍照片那天，他那个啊，你们今晚就能看到那天拍的照片了啊。是今晚要发哈，凌晨，凌晨要发啊，凌晨，就那个不是拍戏，那个不是拍戏。我那天还换了一次头发呢，哪有时间拍 vlog？ 想多了你们。马青蒿不窝囊吧？不算窝囊吧？他就是，哎，元哥怎么评价马青蒿来着？中国第一舔狗啊，大概是这类型的，是。就他窝囊看谁啊？看对谁是。反正元哥说他是中国第一舔狗啊。许泽豪没那么舔了。马青蒿的欠儿跟许泽豪的欠儿不太一样，就不太一样。那跟沈磊完全不一样。不是一种气质。跟沈磊完全是两种人了，就完全不是一种气质。
挨打好像有这种戏份，但是就一下吧。也不是那种就是正儿八经的斗殴那种，不是那种打啊。想看我演个很变态的同性恋，你多少也有点问题。你这个，你的这句话一看就不适合干这个选角导演。但凡有眼光的选角导演都不会找我演这个。哦，对对对，熊猫眼那个，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给了我一下。马爸爸老揍我，但是好像没怎么揍到过，一直没得手。鼻子今天有打阴影吗？没有吧？有打一点。喜剧嘛，我也想正儿八经演个喜剧，但是有机会的吧，这东西得碰。是不是有出油了呀？对，你们要不然把那光灯关了，他们老说这个什么高光啥的，鼻子亮。鼻子挺，反正就这样吧。哎呦，今天化妆，嘟嘟在呢。嘟嘟问我为什么不去打针，为什么不把抬头纹给打？他已经在催我了。然后他还问我为什么平常在家里不化妆，为什么不稍微捯饬一下？他说他平常看我的时候都很嫌弃。啊，他们说打针就是把那个抬头纹打掉，是不是？打抬头纹那个。是啊，我也不打呀，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啊。我们俩审美不是一个年代的，我们有代沟，我跟你说。咱们俩差了22岁呢，肯定有代沟。不打，我肯定不打，不打。我对这个东西是很自豪的。为啥叹气？敷个面膜也行。他可能平常在家里见我太邋遢了，完了之后，他老见的是不洗头，穿着睡衣，完了之后头发睡得跟鸡窝一样的我。是吗？黑眼圈，然后还有啥？睡眼惺忪，可能还没刷牙呢。聊聊角色创作。
主要你们想问什么呢？哪个角色啊？是哪一个片段？因为你们问的太笼统吧，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呀。天行健跟恋爱的夏天设计最满意的是哪一场？我没有什么最满意的，反正就总体看下来，反正还行，过得去，我觉得。卧底赖，卧底赖是卧底那条线是吧？卧底就是，哎，卧底其实真挺难演。就演蒋生演卧底的时候，我老在想，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演卧底吧，首先呢，所有人观众都知道你是警察，完了之后，当有一些卧底发现一些端倪的时候，在你面前去跟你聊这个事情，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吧，也不对，你演了反应吧，那有人就会说了，这个啊，你这么问你一下，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那你的当卧底不早被发现了吗？反派都是傻子吗？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演卧底的这个分寸挺难的，就是你到底在那个极端情况下，你是该反应还是不该反应，该紧张还是不该紧张，就是这东西真的很难讲。完了之后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你反正你只能讨好一半的观众吧，另外的一半一定是会反驳你的，他们一定会觉得不对的。有没有就你可反应可不反应的？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反应了，你是演给观众看的；你不反应呢，你是演给卧底看的。那到最后，你的选择是你要演给观众看，还是演给反派看？它就是一种选择而已，就看你到最后怎么选。我觉得两种办法都是对的呀。咱们就说这个当年《无间道》的时候，梁朝伟去演卧底，他也有反应啊，对吧？哪怕是美国去翻拍《无间道》的时候，小李子演的时候反应更大，比梁朝伟还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哦，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就是我在拍钢铁的，有一天我们是一群反派，然后那场戏是我们一群反派在开会，然后呢，可能那天剧组就找了一些这个就看起来因为反派嘛，然后看起来比较匪气的人，然后我们就坐在一块儿，一开始大家互相也不认识。然后就听他们都是南京人，就听他们在聊，用南京话聊天，我也听不懂，我一句都插不进去。突然有一个人就跟我来了一声：“哎！”我说：“啊，怎么了？”他说：“你是不是警察呀？”然后我就纳闷了，我说：“不是，我为什么是警察呢？”他说：“你一看就像啊，你长得就是警察样。”然后那天我就特别的受挫，我就特别难受，我觉得我这个卧底演的好失败，我在一群反派里边，然后别人也没看过剧本，因为他们就演那一场戏，也没看过剧本，然后人聊了半天话以后聊出来得出来的结论是：哎，你是不是警察？我就很难受啊。但你们要想想看，我那儿有一道疤，是不是？我那个头发是那样的，我又戴了链子，我已经尽量的让自己去贴近那个东西了呀。就那天，极其有挫败感，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哎，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塑造的还是不到位吧，我只能这么理解了。功力有限，他其实不一定是痞劲儿，
我理解的它是匪劲儿，它跟痞吧还不太一样，它是比较匪，不是比较痞啊。蒋成跟方涵哪个难演？都不容易吧？我也分不太清楚，都挺容易，也都不容易，反正各有各的难，啊，对我眉毛一高一低，我知道。恨劲儿，但一个人不会天天把恨写在脸上啊，他可能越恨他就越，因为你老表现出来一种恨劲儿的话，应该也活不太长啊。就一个坏人再怎么样，他也有普通人的时候。他遇上他女儿的时候，他也是笑得一脸慈祥。嗯，不知道，我就觉得就是反正，呃，之前我们在拍乌蒙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晚上聚餐，然后我就跟元儿哥在聊这个问题。元儿哥都快70岁了，他说他演到现在，他好像今年是69。他说他69岁了，演到现在都还没演明白戏到底该怎么演，所以他觉得演戏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演一辈子你都演不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困惑可能会一辈子都存在，永远没有办法搞明白。但就是因为他搞不明白，所以他很有趣，他很有意思，我很认同他的说法，所以就搞不明白就搞不明白呗，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吧？像我这样一天3顿饭都没吃明白，3顿饭都没吃明白，演戏不明白不是更正常？吃不了3顿饭。是啊，所以我说3顿饭没吃明白。3顿饭我怎么吃太明白？我啥时候好吃3顿饭了呀？不吃蛋糕，不吃蛋糕。干嘛？不是我，我以为你们让我吃蛋糕呢，不要啊，不吃蛋糕，不吃蛋糕，不是要减肥，我真的不爱吃蛋糕，我真的不爱吃蛋糕，我待会儿回去那有长寿面的呀，那不比蛋糕好吃多了呀？面条不比蛋糕好吃吗？奶茶我确实也不爱喝，我就爱喝美式咖啡。不是，我是真不爱喝，我就不爱吃甜的。我当然有不爱吃的东西了。沙茶面北京吃不到，你这，我妈好像也不会做。爱吃辣的呀，我特别爱吃辣的，所以我特别适合去重庆拍戏。哇，在重庆拍我可开心了！哎，再次跟大家推荐啊，重庆九街有一家店叫总裁老火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总裁老火锅一级棒，一级棒。
你吃过是吧？是不是好吃？苦瓜不爱吃，太苦了。下回还有什么呀？北京有什么卡丁车之类的东西吗？哦，拍杂志的时候，那好几年前了。那个不够大，有更大更快的。实在不行，给他们找一期录去，省得他们老催。真的，人家过生日吧，都送祝福，你们都不是送指标，就是送诅咒啊！不是古装戏，就是 vlog 啊，不是指标就是诅咒。反正我是料不到好的。你看那个古偶，不是古装，可以，我不排斥古装戏，但是夏天拍古装巨热，真的热到爆炸。啥什么师傅的交集？一说师傅和你的交集吗？哪个师傅呀？你这个师傅没头没尾的。哪个戏的师傅？还是说的是老连？是我现实中的师傅啊，还是啊老连啊？老连就是在拍长安的时候，他几乎有可能一半的篇幅是他手把手教我的，手把手教着我，然后去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紧张，压力大，第一次演那么多大长段的台词，完了之后还全是文言文，基本上背不下来。是他一直在开导我的情绪，完了之后他教了我很多方式和方法，然后让我去自如了很多啊，就是正儿八经真的那部戏是他算是手把手教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老叫他师傅师傅，就是因为这个。他真的是在我一个不能说是启蒙阶段，我觉得是一个转折阶段，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在我一个正好处在一个转折期的时候，就那个转折期还比较尴尬。大学毕业了，也拍了几年，然后稍微有那么一点生活感悟，然后似懂非懂，就比较尴尬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所以我其实运气还很好。我运气是好，虽然我可能长安到现在没有跟大家见面，但是呢，那个戏该学的东西一点没少学，所以对于我自身来说，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东西，反正我全记下来了。就我自我觉得运气是真的挺好的。刀哥，我说实话，刀哥真的是属于这个第一个，我跟老白太熟了，我跟老板太熟了。完了之后，第二个我真的接触剧本特别的早，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这个剧本会开的比较详细，因为每读完一场戏，老板就会说我写这场戏是为了什么，为了表达什么。你其实是因为什么来的这儿？你其实是因为什么来的这儿？你其实他把每个人都跟你说的很完整了，特别特别完整。然后再加上这个导演有很多想法跟创新，到了现场给到你，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确实是很多方面集合在一块儿，才有这个门三刀的这个出现。
那是我觉得是少了一个环节都会大打折扣。而且我说实话，天行健这个戏拍了很长的周期，周期拍的特别特别长，然后我们每天拍摄的时间也特别特别的长，经常超过14个小时。所以它其实要用大量的时间去磨，把它磨出来的。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所有戏都会有这样的条件跟机会，去磨一个东西。它就是得磨，确实要靠时间，靠呃，而且必须得感谢，就是天剑所有的人都特别的配合，大家真的都很配合。你像宇宁啊，对吧？傅京啊、孟莹啊这些人，当时在现场都非常非常的配合，特别的配合，所以才有一个后来这么一个集体呈现。我觉得每一个人付出都很多，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对对，天明儿啊，包括敦明儿也在嘛，对不对？敦明儿也是。松眼呀，我还没有看过，但我觉得，因为老白写的东西，它就是悬疑感会，松眼应该是一个悬疑感和反转比较强的一个这么一个戏，回头大家可以看一看。完了，也有这个老魏的这个独特的画面设计啊，反正我们当时没少拍。嗯，杜涛啊，杜涛，哎，不行，不能剧透，不能聊，不能剧透，不能聊，因为不能聊，不行，不可以，这一聊绝对剧透了。No，等哪天有预告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聊。也不这些，当然没有罚钱这一说了，但确实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你们先看嘛，看完了我再聊呗，好不好？对我不行，不能透露，反正你们都知道了，凭什么？路透啊？哦哦啊，路透。汪涛可以聊的唯一一点就是他嘎了，他的结局嘎了。什么？刚才你真没动，他们说卡了。你说说女的角色为什么都是 BE？我不知道，我也想接 HE 的，是吧？BE 的反义是 HE 啊，我也想接 HE 的，但接不到呀。哎，乌蒙深处 HE 啊。挑剧本最看重什么？比如角色、团队、合作演员、剧本，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是综合吧。第一个肯定是剧本吧，我觉得剧本最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团队了吧，嗯，它的剧组组成结构是什么样的？因为
就算角色不适合我，我可以去将就角色嘛，对吧？但是，反正我觉得剧本应该是最重要的。和丽颖姐搭戏有什么趣事？她反正老分我一些小零食吃，我们在对词儿的时候。然后至于其他的好玩的事情，等开播吧，因为再聊又剧透了。我只能说，他跟我对词儿的时候，老给我们分享他的小零食啊，多好呀！分享一些吃的，不应该是最美好的事情吗？套不出来也没用，我可有心机了，我跟你们说，我可有心机了。和前辈趣事可以分享，刚刚分享过了呀。啊，跟大家说一下，乌蒙我跟元哥演的这个父子关系吧，多多少少有点借鉴平常我跟我们家老秦啊，有一点点，不多，一点点，有借鉴了一些啊，不是所有啊。我把平常我跟老秦相处的那么一小点搬到了这个乌蒙里边，不跟拔腿毛没关系，那拔腿毛也不对，那是拔腋毛。小时候了，那都是很小的时候了。这我以前啥时候说出来的呀？我都忘了。那没有，男女混合双打部分，我等会有人在场。我妈从小从来不揍我，很温柔。我妈从来不揍我，我妈是一个不发脾气的人，特别的温柔。这个我爸就稍微差一点。老秦不会在看直播。会的，等你吃饭。那等我吃饭呢。那个我跟大家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好？那个准备回家吃饭了，我们家里人还在等我一起吃饭呢，他们生日要陪我吃个饭，好吗？我今天还没吃呢，好不好？回头我给大家找一些节目嘛，看看是卡丁车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哈，完了之后给大家拍一期 vlog，OK， 好吧？那就这样喽，拜拜。唱歌环节，回头去下一次，好嘞，拜拜。反正债多不愁，下一次，好嘞，拜拜。反正债多不愁。